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波音现在变成了从美国之光，现在变成了让拜登很难这个面对的一家企业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波音他们现在的这个最新的 Starliner 吗？是 Liner 还是 Liner？ 它这首次搭载了太空人发射升空哦。那曾经经历了多次的挫折跟延误，其实呢，他们已经酝酿很多年，但是呢，就从5月多开始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推迟一波三折这个星际飞机哦。那这个地面系统的这个电脑故障就前2天嘛，就马上终止了。本来从5月份已经推迟到6月，已经经过了1个月的延迟了。那他们就说那我们明天再发好了。结果到6月2号又说进行了检查之后，还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性又再取消，然后延到了6月5号，终于是成功的发射了。可是呢，你看看这个太空星际飞机它现在一波三折之外，其实波音现在很多人出国或者是去旅游，他不太敢搭波音，就是因为一直出贼而且一直出贼，还有一些吹哨者想要出来爆料，还发生接连死亡的状况。人家想说这太可怕，这水太深了吧？是有什么更多的秘密跟内幕是不能让大家知道的吗？根据纽约邮报的讲法，他是说6月5号的一个独家报道，他说像是波音公司还有波音一些主要的供应商他们一些这个品管技术人员露脸受访的时候就有示警他说波音的这个安全问题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但是现在已经有2位吹哨者先后死亡，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坚决要具名来举报，他不怕你死亡威胁，我都要把这些内幕跟真相给抖出来。所以听着更多的一些乘客消费者就更怕了，更不敢搭波音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有 NASA 的专家就吐槽，他就说现在美国就是是不是在月球这一块感觉上面已经越来越落后了。他说中国会比我们先抵达那里，而且等到我们降落的时候，他还会在旁边摇下舷窗问到说你们说我们该把这个月球登陆器停在哪儿啊？是不是感觉上面这个如果等到美国建成了这个月球基地，比起来一定中国会领先50年就是说他在吐槽美国现在在太空上面已经落后中国一大截了。再来拜登的嘴硬对于中国大陆他看的角度永远都是唱衰，有中国威胁。他说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还讲说一带一路很令人讨厌每个人都说中国大陆的经济多么强大，不过事实上中国大陆的经济正在崩溃边缘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得了吧，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令人讨厌的失败倡议。我其实才从大陆旅游回来，我真的没有感觉到很崩溃，我感觉到很多人呢去到哪里闹去都是人我都没有感觉到很崩溃可能我的感受跟他温度不太一样。那他还讲说我们美国的经济战完胜中国他在时代杂志里面就大吹特吹美国，可能也是一个选举语言。他说美国的经济能够与全球最主要的对手中国在竞争当中胜出那这样子的讲法，恐怕马上这一番话就要打脸他了。因为呢，麦卡锡大家还记得吧？麦卡锡就说其实这个华尔街日报就讲，他说拜登开会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认知衰退的现象现在非常依赖手卡，我们常常都拍到他手上就有小抄嘛。那已经反复施行了一些政策似乎已经忘记这政策的进展，所以感觉上面拜登已经不是那个拜登了，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认知衰退已经让拜登现在恐怕已经不能够升任这个总统的职务了。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一带一路呢，其实的确是有效的在推行当中那网友也说现在一带一路要跟进就对接这个土耳其的中间走廊的计划。他是跟土耳其的外交部长费丹在北京会谈的时候就讲说我们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那跟你们的土耳其的中间走廊计划来做一些有效的对接。中土呢就是中国大陆跟土耳其呢分别位于这个欧亚大陆的来这边有地图，欧亚大陆的两端，那千年的思路把两国紧密的连结在一起所以现在他们也要这样子一带一路连接过去这个中间走廊。那另外还有巴基斯坦是这个中国大陆的巴铁嘛，他们现在也率了庞大的经贸团来访问中国大陆说要加强双边各领域的合作，就中巴走廊也有一个升级版，要推向一个新高度
总共有60多个高质量的合作项目，像是什么工业化、农业啊、讯息科技，通通都是在目前这一波的合作项目范围。那他说希望呢，借由这样子的合作来解决他们的这个高通膨跟债务的问题，重振经济啊。那所以他们都很清楚啊，现在想要重振经济，甚至是欧洲国家都知道，现在经济的这个龙头哦，这个火车头哦，当然中国大陆市场这么大，扮演一个火车头的角色，大家都向这边靠拢，就只有拜登好像是在唱反调。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下巴兹哦，他这一次带领了79家巴基斯坦的企业代表，包含了工业、农业、矿产啊，他们也希望赶紧跟中国大陆对接上面，然后双方来寻求可以合作的机会。为着是什么？为着就是经济呀。那只有拜登不懂吗？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怎么看呢？对啊，《时代》杂志访问他，他就一句话说：“中国经济濒临崩溃。”我前后面在看呢，你的说明呢？你的举证呢？没有，对不对？然后呢，不要谈中国了，中国经济这个濒临崩溃，他就这么一句话。这是一个美国总统给他的资料是什么东西？还是说他只是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一种信心喊话？还是说他中间没逗点？中国的经济太强，让我濒临崩溃。解释得好，解释得好。厉害。然后呢，他说“一带一路”是令人讨厌的失败倡议，这个中文翻译其实很文呐。他讲的是令人讨厌的墓园墓地倡议 ，graveyard 当然也是一种失败的意思了哈。所以他对中国的经济、对“一带一路”根本是极度的厌恶到完全的资讯错误。这是美国总统，我比较担心这个东西，因为 IMF 在2个礼拜前才宣布中国第一季的经济成长是来到了5.2%，而一整年它又调高，它本来认为是4.8%，2024它调高到5%经济成长。然后呢，各位知道这上个月才出来的全球的工业产值工业产值，中国大陆在2008年的时候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1大的工业产值。就全球的工业产值而言，你知道中国大陆在去年占全球工业产值多少？35%，美国排名第2，中国的1/3，12%，日本6%，印度3%，从第2名加到第9名，加起来还没有到35%，而看出过去连续3年是不断的在这个成长，所以中国经济的崩溃，我觉得其实这又再来一次了。中国经济崩溃论，拜登老早已经崩溃了，你可能跟着要崩溃了，没有错。这个翟轩讲的没有错。那“一带一路”的情况，其实已经变成一个新的国际治理的模式，而且是一个成为新的全球南方的国际公共财。也就是中国大陆出资，然后呢，这个建设协助这些开发中国家的基础建设，能够拓展教育，然后呢，连结城乡。发展贸易、工业，你才能够去增加你的经济的发展。这不就是过去台湾的发展模式吗？10大建设走出来的台湾的经济。因此，中国大陆提供这些作为，全球现在都在扩张，现在连土耳其、连巴基斯坦都加入到这个“一带一路”。我想拜登他可能自己真的是快崩溃了吧，所以才讲这个话。对，所以难怪说不是同一个拜登已经这个认知上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是美国麦卡锡所讲的那我们来问一下李将军。其实说中国大陆在月球上面建立基地这绝对不是遥不可想的梦想。因为我们要知道这次嫦娥6号下去的位置，他们就是去看那边到底有没有水源。听说那个地方传说那个地方是不是以前来讲的话有结冰，因为那些很冷嘛，是不是有结冻的水源在那个地方？那另外第二个其实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要合作研发核能的小型的核能发电机。如果说这核能发电机可以送到月球表面在那边又发现水源的话，那建立基地的可行性就很大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会不会未来这种梦想成真，真的在月球表面有一个这个人类在那边的月球基地，其实是不是遥不可及，而是有可能实现一个梦想。于是这次来讲，嫦娥6号它登陆月球的背面，它对太空可以了解得更深。因为从月球背面来去看宇宙来讲，我们从地球拿望远镜看的话，因为有大气层隔绝的关系，那边没有大气层，它可以看得更远，看得更清楚。那讲到这“一带一路”，大家要知道，这“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
就从中国出发一直到欧洲嘛。那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已经接近完成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前一节所讨论到的柬埔寨的云壤基地，另外还有这个缅甸的这个皎漂港已经租借给中国100年，99年。它那个跟香港租借一样，99年，这个已经给中国来使用。那目前来讲，如果说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大家看一下哈，从瓜达尔港在过去是哪里呢？其实就是巴基斯坦在过去就很快经过，就是到这个土耳其。然后大家要晓得，上次习近平去访问的国家叫塞尔维亚，还有匈牙利，年初的时候去访问这2个国家。那这2个国家再往上面，就是到欧洲的心脏地区，也就是说，这条的海上丝绸之路几乎都已经串联完成了。再加上非洲的吉布地那个地方，等于说都是有这个大陆来讲，它在那边租用的海军或者是港口营运的基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这条路，当土耳其已经完成之后，也加入“一带一路”的建设之后，这个从中国利用这海上之路运到物资，跟这个欧洲来讲，做一个连串在一起。可以说已经是既成的事实。那陆地上面来讲的话，中吉乌铁路完成之后，我想说在路上的这种也马上可以开通。那尤其现在俄乌战争对中国来讲是非常有利的，它利用这条航运，利用这条陆运来讲的话，可以跟欧洲串联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好，请教永平姐。拜登批评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呢，说是失败的这个意见但是事实上呢，我觉得他真的是他的幕僚团队真的太差了他不知道这个倡议其实不但成功，而且呢引发了这个世界性，特别是一些发展中的国家呢，给他们一个希望跟梦想。他们现在纷纷的都往这个基础建设以及中国大陆如何能够在短短的期间内从贫穷变成了一个世界强大的经济体的这条道路呢，他们觉得他们可以从中国大陆这边学到很好的经验。那这里头我觉得最讽刺的就是现在在热议的这个土耳其。大家知道土耳其它是北约那个成员，对，而且呢，他排队要等的进入欧盟，已经等了25年了，欧盟还没有接受，觉得你土耳其发展不好。现在土耳其呢，已经感情变质，琵琶别抱了，他决定去申请加入金砖了。他说我在这边等你，欧盟等了那么久，你们这个标准这么多，要求那么多，那不如我们到金砖。大家有一个新的模式，全部互惠，用本币交易，也不用受到你美元霸权的制裁。然后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国家最需要的基础建设呢，我们好好的来推进。因为说实在的啦，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发展呢，你没有基本的桥，你没有基本的路，你没有基本的火车，你的 information 资讯产业，你没有基本的这个5G 网络，你要怎么推进？你什么事情都不能推进嘛，那总要有好的团队跟愿意包含相信这个团队的钱，大家一起来运转，这个事情才会成功嘛。各位很多朋友看到西方那种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抹黑跟打压，可能都不知道美国丢包的那个阿富汗，大家还印象深刻吧？对不对？丢包的阿富汗，全世界震惊。现在谁在救阿富汗呢？中国大陆在救因为阿富汗的政治仍然非常的不安非常的不稳内部还是有一些小的冲突可是中国的商人呢，非常的勇敢，因为他们有一带一路，还有中国经济起飞的经验，他们跑到阿富汗去帮他整个造工业镇那也有这个媒体，英文媒体跑去访问他说：“哎呦，阿富汗这么紧张危险，你为什么跑来这里啊？”他说：“机会是给属于勇敢的人。”中国大陆因为它是在改革开放40年来才快速的达到起飞的，所以40年什么概念？就是有过中国大陆从很贫穷变到富的那批人，现在都还活着所以那批人有的经验，他们愿意吃苦耐劳，跑到全世界现在经济最苦的部分，他们全部都能够忍受，然后可以把整个中国的基础建设的经验带过去。
你说阿富汗本来在打仗的，每个年轻人都觉得我大概40岁前我就要这个死亡的毫无希望的人，现在脸上有光，因为他们有了工作机会。这就是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国家要加入金砖以及一带一路的行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紧接着我们来关注现在俄乌战恐怕要升级吗？现在乌克兰竟然用美国制造的飞弹来袭击俄罗斯的境内因为他们本周已经使用了这些飞弹来直接打到了俄罗斯的领土上头，所以呢，现在他们是要做一个反击，就是俄罗斯在哈尔科夫东北部发动的这些地方似乎呈现了一个僵局那的确呢，乌克兰现在感觉上面就是有美国的允许之后，讲话特别呛俄新社的报道说，乌克兰的总统办公室顾问这个波多利亚克他在电报的社交平台上面写道，昔日所有的红线都已经不复存在了，昨日觉得不可思议的，如今都成为现实。冲突升级了吗？是的，这是乌克兰方面喊出来说，的确我们现在就是对你的冲突升级了。那当然俄罗斯也是非常的生气普丁气炸了，他就讲说，现在这个武装盟国也要来攻击西方的目标，因为乌克兰首度使用西方武器来攻到了俄罗斯境内成功的击中这个俄罗斯的 S-300 飞弹系统。那所以普京就讲说，警告西方，莫斯科可能会这些武装盟国来攻击西方的目标，就是我可能不是自己打，就是我就用武装盟国来攻击你，反击你。那这件事情也的确让美俄关系现在降到了冰点，克宫的发言人甚至呢讲话更加的强硬，直接喊美国叫做敌人了。那他的用词上面他讲说，我们现在是他们的敌对国家，就像他们对于我们而言也是一样。一个国家对于这个前情报官员的旅行限制因为他们现在对于美国开始一些情报官员采取最严厉的限制，严格的限制。那他说，对于一个敌对国家来说，这是很普遍的一个情况。那过去呢，其实他们都是讲说这种制裁他们的西方国家叫做不友善的国家或是对手，但是现在已经上升为敌对国家或是敌人这样子的一个称呼那也代表着这个俄罗斯态度上的一个转变。那所以真的乌克兰战争这个会升级吗？有分析人士讲说，这拜登政府最新的决策意味着恐怕战争要进行到新的一个阶段。2年之后，这个现在目前乌克兰战争打了2年那科比的讲法是说我们也没有全面性的同意我们是说，如果乌克兰要防御，可以针对那些边境，就是你俄罗斯比较靠近乌克兰边境，要用来攻击乌克兰的这些目标，乌克兰可以去打你这些目标就赶快是不是又要做一些说明但是拜登这一番话恐怕会让泽伦斯基更心寒。他说呢，冲突结束后，乌克兰不一定要加入北约听完大家下巴快掉了，这场战争就是因为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开始的。结果拜登您老人家这时候说你不一定要加入北约那人家乌克兰打了2年多，在打什么呢？打了个寂寞吗？你怎么会在这时候说你其实不一定要加入北约那你看看拜登讲法，他说我们还是会继续给你武器如果不为乌克兰做些什么，西方恐怕会滑向战争的深渊也就是说我继续给你武器，只是因为不要来干扰到我，但是不代表你可以进入北约。我们回顾了一下，我们今天捞出了当时的一些相关的报道，就是乌克兰局势在2022年战争发生前，北约扩张为何如此敏感？为什么俄罗斯会不惜一战？其实在当时1月16号的时候就已经喊出来要战争了，然后大家觉得虚惊一场，结果没想到在2月24号的时候真的发动了这一场战争那其实就是因为乌克兰如果也加入北约的话，那对于莫斯科来说就等于把北约带进了自家的后院，所以就是威胁到了家门口，他一定会发动
动这场战争嘛。之前米尔斯海默也是说，你一直去挑衅北极熊，去戳他眼睛，北极熊一定会回击的。那的确就是因为这个戳眼睛的动作，就像是加入北约。结果拜登此时此刻他下车了，他说不一定要加入北约，让大家觉得非常傻眼哦。那会不会真的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呢？拜登会不会也用同一种方法来对我们呢？那再来，你看一下拜登到诺曼底跟泽伦斯基碰面，那俄国扬言说要攻击乌克兰境内的一个法军顾问那其实现在拜登积极的在这边走动也访了法国跟意大利，还强调说，我们对于欧洲安全的承诺，问题是你对于乌克兰的承诺也门前的跳票了。那你这样子感觉好像耍了泽伦斯基，你还能够给其他任何人承诺吗？现在恐怕是整体来说的信用危机那再来，乌克兰可能也是希望说中国大陆扮演一定的角色来劝和。那王毅现在目前呢谈到了说这个俄乌的6点共识就是劝和促谈。他说中国大陆一直以来都是一以贯之这样的一个态度就像习近平过去提到的4个应该。可是乌克兰现在好像要把气撒到这个中国大陆身上嘛，他就讲说你的立场是有失平衡的，你是不是比较导向这个俄罗斯那一边所以他就婉拒了这个与巴西谈成的所谓6点共识那甚至呢，你看这个中乌外交部现在目前在北京举行了这样的一个磋商，就是大陆的外交部副部长跟这个乌克兰的第一副部长他们有进行相关的磋商，也是希望说是不是能够让中国大陆站出来，让这场战争有一个这个止息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但是泽伦斯基却公开来指责中国大陆，他说你现在是在帮俄罗斯扰乱和平峰会嘛？因为现在中国大陆是宣布说不会他们表态不会参加6月中旬在瑞士举办的和平峰会，所以泽伦斯基好像也有一点着急了，所以不惜这样子公开指责吗？那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厉将军怎么看呢？我真是觉得，如果这次再不处理好的话，即将可能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或者核子战争的可能性都很高。我们从科比讲这句话来看，华盛顿只允许乌使用针对性使用美国武器，然后越线打击。那他使用的武器是什么呢？我特别去看了一下，是海马斯的火箭，它的中程战术导弹300公里还不准他用，他只允许他用70公里射程70公里。那为什么用这种70公里的射程导弹呢？我们知道这就是针对哈尔科夫。哈尔科夫来讲，俄军来讲，目前进攻大概前进了10公里左右，也就是说，他要打什么？打在俄国境内的所有俄军的后勤设施，以及他指挥所，以及他的飞弹这些重要设施，还在俄国境内，所以他允许他打这边，打这个地方的目的在干嘛？延缓他的攻势。因为如果说是俄军的后勤被打掉以后，他的攻势自然会延缓。那攻势延缓的目的在干嘛？为了拜登的年底的选举，也就11月之前，美国拜登绝对不允许乌克兰来有战败或怎么样，不然的话北约就瓦解了。那第二个来讲的话，这个法国总统马克宏现在也讲的话，他要派军队实际上面进入这个乌克兰来协助乌克兰作战。当然，北约内部里面分2派意见啦，像意大利还有这个克罗埃西亚，他是不愿意。可是德国、英国还有波兰这些国家来讲的话，都积极想要派兵参与。在这种状况下，俄罗斯会不会感受到压力？他压力非常的大，因为他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就看一只北极熊跟一只这个猎狗打架好了，打完以后，他虽然说打赢了，他也一身半身伤。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说后面一只狮子，就北约参战来讲的话，对普京来讲，他就非常非常的危险。因此，我觉得普京在这种状况下，他动用核子弹的可能性是非常的高的，因为你逼我走到绝路，我就非要动用原子弹不可。那如果说是法国进去参与的话，那就代表了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那目前来讲，我个人认为说是泽伦斯基你讲这话，你现在来讲对瑞士的峰会，我们本来还抱一线希望来讲的话，当然你知不知道这个泽伦斯基他提了什么条件呢？他提了几个条件，我觉得你一点和谈的诚意都没有。第一个，他恢复他原来领土的现状，这你觉得有可能吗？俄罗斯普京有可能答应吗？我打了半天，真的是这个你打心酸，我也在打心酸，对不对？打了半天以后，你就要回来归还你我所占领的领土。第二个，他要用战争法来惩罚普京，来这个调查普京，你想说有可能吗？第三个，要实施战犯的赔偿，对不对？战争罪的赔偿，或者是说这个损坏物资的赔偿，你觉得俄罗斯有可能答应？所以他这个泽伦斯基提了10点。在峰会上面所要求的这10点根本就不可能达到，所以
不管是美国拜登他也不参加，中国来讲他也不去参加，这包括印度他们都不参加，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和平峰会你谈的瑞士搞了半天，你根本泽伦斯基你自己找不到一个台阶下来，所以这场战争来讲，当这个泽伦斯基自己找不到台阶下来的话，我觉得后续来讲，可能这个火会越烧越大，因为双方都有输不起的压力。来请教杨老师。我觉得从现在到美国大选前危险，真的，因为美国这个大选，其实这两个人拜登、川普完全的政策不一样，而且大家知道川普做过一任之后，他的这个政策的态度是什么？他是一种交易式的孤立主义，虽然他不愿意承认，但他就是那样子一个人，所以很多从俄乌战争到加沙战争到南海、菲律宾，甚至我们台海，其实都在赌最后这一段后拜登时期，也就要抓住这个机会，制造有利于自己的情势，以防如果拜登输了选举，川普上来之后，他在一个比较好的跟美国接触或者是谈判的一个角色。我讲的是泽伦斯基，我讲的是内塔尼亚胡，我讲的是小马可仕，我讲的是赖清德。你就看得很清楚，他要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情势去扩大对自己有利。那拜登以及他的团队就2个字：无能。你看，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北约通过了一个决议，说要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回去马上就打乔治亚。2014年他发动这个所谓的颜色战争，俄罗斯总统拿下克里米亚。2015年，米尔兹海默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就说，你北约一直东扩，最后俄罗斯一定会去打乌克兰。没有人这个支持他的观点。2022年发生了，他那个视讯现在3000万以上的这个点击。对。然后呢，上个礼拜在香格里拉会议，中国大陆的大校这个中国军事研究院的研究员叫乔延忠，就问就是奥斯汀，他认为北约东扩造成乌克兰战争。奥斯汀马上回应，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乌克兰战争不是北约东扩造成的。底下那些西欧的这些军官在拍手，然后呢，东南亚跟其他的参赛国家通通都静默，就表示说大家都这么认为嘛，是不是？现在乌克兰战争走的这一步，你要继续提供武器，而且呢，你说你继续不派兵，各位，这就不是《Time》杂志访问拜登有关于台湾问题的回答吗？一模一样嘛。然后他说，如果我们再不提供武器，我们也会被卷入到战争，不可能的啦。美国怎么会卷入到乌克兰战争里面去？但美国在打乌克兰战争。所有的西方国家35个、32个都牵扯到里面，派些这个送武器进去，所以乌克兰人民现在是最可怜。那你这个和平峰会玩假的，那只不过自我安慰。在这样一个和平峰会之下，我很担心这个结束之后，泽伦斯基会不会又采取一些利用美国西方武器扩大攻击，然后可能会使得战争跨越红线，而俄罗斯也会提高战争的这个程度。好，请教永平姐。现在一方面是战争升高的危险二方面呢是到底有没有办法把战争停止？大家都知道说战争爆发好像很容易，可是呢把战争要停止非常困难。那现在拜登讲出了这个话，说冲突结束后乌克兰不一定要加入北约，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笑话啊！真的，我觉得要是乌克兰人就觉得那我们是真的白死了，白打了这场仗。因为本来打这场仗的主要原因不就是为了加入北约吗？结果现在拜登在说不一定要加入北约，那表示什么？表示他也很急了，他也希望赶快停这个战争，在他进一步恶化之前。但是我在几个月前就听说了，民进党的圈内决策者跟民进党政府非常害怕不断的跟美国讲，他说只要乌克兰一输掉，所以输掉，其实当拜登没有要乌克兰一定要加入北约的时候，那就等于一切乌克兰都白打了嘛，对不对？民进党方面非常的担心，他认为这件事情会很严重，而且会严重的影响到台湾的民意，
简单讲啦，就会严重的让台湾的人呢，能不能够相信美国对我们所说的一大堆的话，然后甚至鼓励台湾啊，这个民进党的支持者整天去抗中保台。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翟轩好，大家好。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大家午安。退役少将李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午安。好，现在美国持续在拱火台海哦，有一个最新消息是说，中国大陆的解放军36个基舰来到了台湾，然后距离最近呢，甚至是距离鹅銮鼻大概只有40里左右哦。那国防部发布了这个消息，就说总共有10艘次的这个解放军的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的活动。那其中19架次的军机是越过了海峡中线，以及进入到了北部跟西南部的一些空域哦。那距离基隆甚至是鹅銮鼻哦，大概只有41或40海里。也就是说，接下来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可能接近台湾的这种迫近式的方式可能会变成一个新的常态。那再来，陆委会有提到了，接下来因为我们这个今夏的海空域重叠程度是蛮大的，所以他们要来制定军用航空法，他们说是刻不容缓呐。他说，中国大陆因为是拼图式的完成了 M503 的航路开通，那已经接近到了这个海峡中线，所以厦门的翔安机场2026年启用营运之后呢，未来今夏海空域的重叠程度就会很大，所以现在要制定这个军用航空法来因应。那顾立雄也有讲说，现在这个议题有待跨部会来讨论。他说这个研议目前还在审议当中因为牵涉到一些议题是要跨部会来讨论的，所以目前还没有最后的定论，有定论才会向大众来报告那可是情况危急啊，还等得了跨部会的讨论吗？这样感觉好像你们不是说刻不容缓吗？但是自己又说我们要再扩大研议啊，感觉上面好像两个部会的讲法不太相同那再来，美国对台这个3亿美元的军售，国防部说，这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空军的战机装备妥善以及消耗补充。那他们是在这个美东时间的6月5号讲到了空军16型 F-16的全妥善通用以及专用的一些航材零附件这2个案子总额是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进行知会国会的程序希望是在1个月之后能够正式生效。但是呢，另一方面来看，拜登对外讲说不排除动用美军的军力保台白宫立刻跳出来说，但是我们一中政策是没有变的也会持续执行感觉上面好像也要替这个拜登的话语踩一下刹车，好像他们现在为了选举可能要讲的激进一点，但实际上还是要对中国大陆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仍旧是这个对于一中政策是没有改变的。那美国的学者讲说，现在美国其实应该要出动海岸防卫队。他们说呢，比起军舰来说，海岸防卫队比较不容易使局势升级华府应该考虑来出动海岸防卫队来反制，而不是用这个传统的武力来这样子作为因应可能会不小心让局势更加升级。那再来，美国在不断的在菲律宾挑事之外呢，他们现在赶紧的想要拉拢柬埔寨嘛，因为看到这个柬埔寨跟中国大陆关系当然是非常的铁所以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现在赶紧去到柬埔寨见一些高级官员。他在社交媒体 X 上面说，我们加强就是美国跟柬埔寨之间的一些防务关系进行了实质性的交谈。那他这次会见了这个柬埔寨的首相这个洪马奈以及洪马奈的父亲，去年卸任的首相这个参议院主席洪森还会见了国防大臣迪西哈。那他其实在会见的时候呢，也同意恢复这个柬美两国的国防和军事高层的沟通机制也恢复在这个柬埔寨来举办柬美联合军演。那其实这一次奥斯汀的
柬埔寨访问呢，他们也是借由着西点军校校友的共同话题来跟这个洪马内来聊起来，因为他也是同样是西点军校的，来拉近一些距离。所以这个感觉上面，奥斯汀很积极他短短24小时不到的访问呢，就连发了6篇跟柬埔寨相关的贴文在 X 上面。那美国的国防部的新闻稿也证实说，他这一趟访问呢，其实就是要针对这个美柬两国的这个防务关系来做一些恢复军事交流训练啊，还有军事教育的计划来展开一些相关的讨论。可是这有效吗？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之音就讲，恐怕是难以撼动中解的铁杆关系他们讲说，因为呢，中国大陆跟柬埔寨进行的是永久军事部署的这种状态就算你奥斯汀访问，恐怕也很难去影响到北京跟金边之间的政治经济目前这样子很这个铁杆的关系。那可是菲律宾感觉上面就是配合度比较高了，配合了美国。那现在南海这边的动荡持续当中，菲律宾讲说，大陆的海警抢夺和丢弃非方补给的物资他们在这个南海仁爱礁仁爱暗沙这个海域他说是非法的，我来抢夺了我们菲律宾坐滩军舰投放的这个补给物资，然后事后发现这些物资之后呢是食物，那就倒到海里面去了。这是菲律宾对中方的指控，而且呢，他们现在双方是互控说破坏渔网、抢夺物资，以及我们看到专家讲到了，中方呢出动了44艘船来包围菲律宾的坐滩这个仙宾号仙宾礁2舰。那他们其实这个感觉上面，可能再过10天会有更新一波的行动，可能会对于菲律宾船只进行打击吗？那也代表说南海现在也是一个一触即发的情况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永平姐，永平姐怎么看这个美国持续的拱火首先这个顾立雄上台以后确实是新闻不断那他的这个消息，我很高兴今天厉将军坐在这，因为很多军事的问题可能他分析起来比我们这种非军事的人要专业很多首先就是说，面对大陆这么多的这个军机不断的来这个绕台或者是就我们国防部的说法叫做扰台，可是看起来呢，台湾的空军基于不管是人力或者是许多的考量，也不想有擦枪走火的部分呢，我们其实是采取一种蛮隐忍避战的态度就是说他反正越逼越近，越逼越近，我们就好像没什么反应那这个没什么反应，这个时候呢，传出说要弄一个专法，叫做军用航空法，刻不容缓。那到底这个法能规范什么呢？那如果这个法规范的强硬一点，说哇，一旦中国大陆军机怎样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然后不惜的要这个反攻的话，哇，那岂不是我们就开战了？我们就开战了嘛？那这是我们要的吗？这是现在民进党政府能承担的吗？所以我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待会儿非常想听专家的意见那我觉得更离奇的是呢，在这个真的蛮紧张的，特别是赖清德就职演说之后呢，所引发的一连串的台海军演还有这个更紧张的效应之际这个国防部长文人部长呢，他先去叫做福利吗？他先去专注于我们这个改变过去军方的一些对一些规定真的是给大礼包。他大礼包包含呢正副首长呢，你可以同时离营不必通通都不必说正的这个休假，副的一定要驻守或者是副的休假，正的就一定要驻守。他好像就说没关系，你们都可以去休假我们就正常。就说他把他反而他觉得呢歌舞升平比起以往呢更好更安全，而且呢我看到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他要开放我们的军方军人现职军人呢，给他更多自由行的权限你到处可以去玩那说真的他真的不害怕说在现在两岸这么紧张的时候他们随便到哪里去，我们不要说他们去中国大陆他们可能到东南亚的国家，甚至美国别的地方，他们会不会被这个间谍接触
好，会不会像那个赵天麟这样子啊？好，他就有了一个这个床上床下的女朋友啊？会不会很多我们的机密就外泄呢？还是他想说赵天麟都这样，所以军官也不用管。我很不明白的，就是说顾立雄到底他是怎么想的？他是认为说，反正我跟美国关系很好反正出什么事呢，美国人必救反正呢，我现在就是预备我们花大钱继续不断的买那买到后来呢，美国人就会放弃台湾作为代理人觉得买得很舒服了，那美国大兵就真的会来帮我们打仗。真的是这样吗？他真的相信这个吗？那台湾的民众会相信吗？我不能理解顾立雄待会儿请我们厉将军来帮我们解个惑那至于呢，关于柬埔寨的事情 ，Cambodia 呢那这个又是杨老师更专业的领域了不过我讲一下我的看法。我认为说柬埔寨中国大陆跟他互动这么深耕耘这么强他不会轻轻放过的啦。那美国现在呢，想要在亚洲呢反制拔中国的桩，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会有多少效果呢？大家都在看。那这次大家关于这个汪文斌的这个人事呢，会特别的重视，是因为呢，汪文斌其实是刚刚外交部的发言人。对，那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有个特色呢，他是对外交部的事务整体上都有很完整的掌握。他才能够做好这个位置。那现在呢，他是后任的柬埔寨大使。我想光这个人事调动也说明了中国大陆不会很轻松的放掉柬埔寨那这个就是如同刚才讲的彭博的分析呢，我认为美国的成效挖角的成效大概不会很大。好，来请教杨老师。最近其实是应该2022年裴若曦来台湾之后，解放军在各种船舰，尤其是海警船，在台海的执法，不只是跨越中线，那更接近就是台湾这一边。那在联合利剑的演习当中，甚至一度它还接近到高雄外海将近20海里的地方。那这次你看到连续就是在40海里的这个军舰，我觉得这个层面大家都说叫做所谓的灰色地带的强化执法好吧，我们就用这个说法那3个意涵，第一个我觉得是一种警告，第二个是常态，第三个呢是准备。警告，当然裴若曦来台湾，赖清德这样子的一个台独自白书的这个宣誓致辞，它就是一个警告你嘛。你下一次再跨越任何的红线，我就更进一步，这是一种警告我觉得很清楚。那当然，其实他经常的做这些动作，灰色地带也不再灰色，也很清楚的新常态的执法。这种新常态的执法，也就是建构一个新现实，甚至新事实。也就是他认为这个台湾议题是属于就是中国内政。那当然，他在不只是外交法律上，他在实务的这些海警船的执法上，他就开始往前推了，而且常态化，那变成一个新现实，变成一个新的事实，那我觉得第三个就是准备什么？准备下一波动作嘛。下一波动作是会什么时候出现？就看我们自己什么时候再进入红区，或者是跨入红线，或他们随时的这个准备的动作。那什么准备呢？就是武力攻台吗？这也不一定，他可能就更进一步的执法，在我们这中线靠我们这边针对台湾的船舰做执法的动作，你能够想象得到吗？或者是就干脆在金门马祖的附近的水域做执法的动作，因为实际上金门马祖的这个水域，事实上在他们所画的就是领海基线的范围之内，那两边的这个水域是交叠的所以这样子一种警告常态，我们经常讲新常态，其实已经不新了，已经一段时间了。常态成为事实以及准备我觉得台湾这边一定要所理解。那你要用军事的方式对待，还是说把它变成一个新常态？他进来我就这个喊话我就退，那你退到哪里？那最重要的是你在政治上你不要去跨越，不断的去做这个踩红线进红区的这个动作，那这也是很大的关键不过基本上这已经是覆水难收了
至于讲到拜登，他是说他不会不防卫台湾，好吧，我们就说防卫台湾好了。这个用语略有差别，对不对？用语略有差别，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会派遣军事，他会使用军事武力，但不会派遣dispatch 对陆海空部队。所以他就平常的时候，或者是战争发生之前，他不会派遣。那用派遣，即使战争发生之后，他也不会派遣。麦考尔就讲了嘛，我们不要跨越这个红线。苏立文马上就说，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台湾这媒体就不断的说，拜登讲第5次了，他讲第5次又如何？5次的修正，而且他这一次越来越清楚的战略模糊。其实我记得俄乌发生之前，拜登也是这样跟乌克兰讲，绝对不会派美军过去。是，对，所以他讲这句话，其实我们听的反而是有一点惊吓。来问一下李将军，我特别说明一下，其实，这个军用航空法主要他讲重叠区域就是金厦了。你知道，其实很多事情可能我们不晓得，金门跟厦门来讲，机场很近。那个我们的上一机场飞机一抬头，这个不小心就是要跟对岸来讲要有默契，你知道。就是我们的这种民航机还没起飞，如果说厦门机场、翔安机场飞机也起飞来讲的话，如果双方完全没有默契或者没有协调，飞机在空中相遇是很危险的事情。你用的空域高度或者我用的空域高度，另外以前我们也经常发生一些事情，因为金门经常有大雾嘛，那个相隔只有3-4千公尺，它机场就在我们金门的旁边。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我们的运输机、军用运输机，经常就是一不小心下面的雾看不清楚的话，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再赶快再飞出来。那时候双方来讲，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还有默契，也就是说，这什么时候是你起飞，或者什么时候我起飞，这必须要靠双方的默契。那如果说是双方来讲兵凶战危的话，第一个我觉得金门上一机场就受到影响。第二个，我觉得军用航空法倒不见得是一定，你当然管不了对岸的飞机是怎么样，但是我们自己来讲，你知道现在来讲，台湾的机场几乎都是军民两用的机场，包括松山机场都是军用机场。来讲的话，谁先降谁先落，对不对？是军用飞机优先还是民用飞机优先？那唯一一个大概小港机场是完全是民航局的，其他台湾的很多机场来讲的话，都是军民两用。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规范一个军民两用的一个航空法是确实有它必要，尤其是在这个军用机场来讲，现在来讲，空军要随时要起飞的状况之下，那我们的战机当然是在什么样状况之下必须优先起飞。那民航机来讲的话，这个必须要让这个军用飞机优先来使用。另外讲到这个奥斯汀去柬埔寨，我觉得事情代表的是非常严重，对美国来讲是非常严重。不然的话，奥斯汀不会说这个旁刚开完刀，对不对哈？才2天的时间，香格里拉会谈。就看他脸色也不太好状况之下，香格里拉会谈一结束，立刻跑到柬埔寨。我们要知道，柬埔寨跟这个中国现在交情是很好。最严重的2件事情，第一个是中国帮柬埔寨再盖了一条运河，叫做崇德福南运河。这条运河这个总共有180公里长。当这条运河一完成以后，第一个受到影响是越南，因为柬埔寨很多的物资它是用湄公河送到越南以后才出口嘛。他现在中国帮他盖这条运河以后，他就自己的货物可以从这边走。第二个，这条运河一完成以后，中国云南的昆明那边的货物可以直接到利用这条内陆的运河直接运过来。那更严重的是云壤基地，云壤基地到目前为止，它这个中国帮云壤基地盖了一条长380公尺的这个码头。380公尺代表什么含义呢？代表福建号航空母舰可以停到那边啊，那不得了了。那现在来讲，如果说是这个码头一完工之后，目前来讲已经有2艘中国的战舰长期就停在这个码头。那将来如果说是福建号航母可以停到这边来讲的话，那对美国来讲可以说是南海一个这种战略布局来讲是压力3大的，尤其是跟柬埔寨来讲的话，刚刚完成2024的金融演习，尤其是在那边展示，我们知道最新的就是这个中国解放军在那边展示的这种所谓机器狗、战斗狗的那个影片，就是这次在柬埔寨展示的。所以我觉得说，当柬埔寨跟中国友好的话，对南海整个局势都有很大一个战略性的改变。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